第一课，婚姻为何会走到破裂这一步？那天晚上，明伦盯着老婆传来的讯息，心跳如雷。我累了，我们分一分吧。这不是第一次争吵，也不是第一次说狠话，但这次没有下一句，没有哭闹，没有挽留，连我们谈谈都没有，只有无声的结束感，如寒流入骨。明伦瘫坐在沙发上，脑中回旋着一句话：我们怎么走到这里的？你也可能问过这样的问题，婚姻当初那么甜，那么对，怎么最后变成这么累，这么远？是谁变了？是什么出错了？还有机会回去吗？今天这一刻，我们不急着修复，也不急着找解法，我们先诚实看见婚姻为什么会破裂，不是为了责怪，而是为了明白，因为唯有理解，才有真正的重建。不是出了大事，而是积了小事。很多人以为婚姻破裂一定是某一方劈腿、暴力、赌博这种大事，但事实是，压垮婚姻的往往不是惊天动地的事件，而是日复一日的小忽略。婚姻不像玻璃杯，一摔就碎，它更像绳子，一开始只是一条毛线松了，没人在意，时间一久就全盘解开。我们来看几个例子。例子一，我很忙的沉默累积。嘉文和老公明轩都在科技业，加班、会议、差旅是常态。起初两人都很理解，彼此打气，但1年后，他们发现自己说的话越来越少。今天怎么样？还好，忙。吃了吗？吃了，你呢？短短对话几乎成了唯一的沟通，不是他们不爱了，是生活太满太赶，爱来不及表达，只剩功能性的交换。感情不是一夜冷却的，而是在我们之间好像没什么好说的了的时候悄悄失温。例子二，只是讲话方式的伤害累积。小雅觉得老公太情绪化，每次争吵都要摔东西，提高音量，她习惯冷处理，用沉默当防御。老公说，你永远都不沟通。小雅回，你每次讲话像机关枪，我怎么讲得赢你？两人都不是坏人，只是用错的语言，一个用火攻，一个筑墙，最后都受伤。你以为只是在讲话，但语气、态度、时间点，其实都在决定感情的走向。二，我们都在理所当然中慢慢走散。还记得恋爱时的你吗？对方一个咳嗽，你就紧张到买枇杷膏、查温度、煮鸡汤。但结婚5年后，对方一说头痛，你回多喝水。这不是你不爱了，而是熟悉带来了忽略。婚姻最大的陷阱之一就是，我以为你应该知道我爱你，不需要说。于是我们不再表达感谢，不再说喜欢，不再赞美对方，只剩下责备、挑错、碎念。然后某一天你发现，这段关系好像只剩功能合作，像合伙人，不像恋人。婚姻变冷，不是因为爱走了，而是因为我们不再经营它，像当初那样了。3，你想要的是同伴还是拯救者？有些人婚姻出问题，是因为
一开始就带着错误的期待进入。有些人把对方当成救命浮木，只要跟他一起，我就不会再孤单。他会给我安全感、方向感、价值感。他一定会懂我，弥补我过去的伤。但婚姻不是避难所，也不是修复你过去创伤的医院。当你把对自我疗愈的期待转嫁到对方身上，失望就是必然的。真正健康的婚姻是两个愿意一起走路的旅伴，不是一个躺平，一个背负。否则你总会觉得对方不够好，不够爱，不够理解我，因为没有人能完成你心中那个幻想角色。4，我们想修理对方，却忘了回头看看自己。当婚姻出现裂痕，我们的第一直觉尝试，他要改，他如果不这样，我们就不会吵了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专注于改变对方时，整个婚姻会进入死胡同，因为对方也会这样想，你才该改吧，都是你害的。两人互指对方，没有人低头，感情就像双方各拉一头的绳子，谁都不肯松手，最后只有断裂。真正的修复不是我来纠正你，而是我们一起面对问题。但这一步的前提是我能看见自己的盲点与责任。也许你没有大错，但你有没有哪些地方长期在关系中忽略、逃避或硬撑？婚姻的重建不是修对方，而是从修自己开始。5，婚姻不是童话，也不是地狱，它是你最真实的镜子。如果你问我，婚姻到底是什么？我会说，婚姻是你人生中最无法逃避的镜子。它照见你的脆弱、自私、控制欲、懒惰、恐惧，但它也照见你的潜能、韧性、宽容、爱与被爱的能力。很多人结婚后说，他怎么变了？但有时对方不是变了，是你从没真正了解过他或他，而你自己也可能是婚姻这面镜子照出来才认识的。婚姻破裂从来不是一夕之间的崩塌，它是长期忽略后的结果，是没有人愿意停下来面对的累积。但好消息是，这不是结束，而是重来的机会。当你愿意诚实面对、深入理解，你就打开了另一条路。节育、重建是另一种形式的爱。婚姻破裂不是失败，而是提醒我们，爱不只是承诺，更是行动。提醒我们，情感不是永远热烈，而是需要呵护。提醒我们，一段关系要走得长久，不能靠浪漫，而要靠选择。每天都选择重新靠近彼此，破碎了不代表不能重新拼起来。而当你明白为何会破碎，你就有机会用新的理解、态度与信任，重新建造更坚固的基础。这不容易，但值得。别急着放手，有些裂痕不是结束，而是重生的开端。